连续4年拿下全球政府效率第一。但作为一个生活在新加坡的普通人，你此刻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是自豪还是自嘲？为什么我下楼去吃顿杂菜，饭越来越贵？为什么年轻人买个 BTO 组屋还要像中彩票一样抽签，甚至要等上3到5年？这其实就是宏观数据和咱们微观生活之间最真实的温差。今天，作为你们的狮城社区百事通，我就来陪大家拆解一下这个让全球精英都眼红的第一名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背后那套极其高效的系统，到底是如何精准地塑造了咱们每个人的财富、机会。看完这期视频，你对自己在新加坡的生活绝对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知。咱们先来聊聊这个把新加坡列为第一的钱德勒良好政府指数，评估了全球104个国家，为什么偏偏是新加坡能连续4年蝉联？大家要明白一个核心逻辑，这个指数它从来不测你的国民每天笑得有多开心，它只测你的政府到底能不能把事儿给办成。在2024年的最新报告里，新加坡在领导力与前瞻性还有国家财政管理这2个硬核指标上直接拿了满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客还在为了拉选票互相画大饼，导致各项政策疯狂卡壳的时候，新加坡政府已经在用做账本的思维精打细算未来10年的国家规划了。大家平时肯定都有体会，打开手机里的 App， 不管是申报个人所得税、查 CPF 公积金余额，还是给家里的老人预约看诊，基本3分钟内就能搞定。你去办护照、更新准证，那种丝滑的体验，跟很多国家排长队填纸质表格的漫长折磨相比，简直是降维打击。这就是极致的行政效率。但大家千万别被这种表面的便捷给迷惑了，高效率的背后其实是一套精算逻辑。政府的每一笔开支，每一项公共服务的投入，都是要算 KPI 的。新加坡能连续4年拿第一，秘诀根本不是什么神秘的东方智慧，而是彻底把国家当成一家跨国公司来运营。在这个新加坡无限责任公司的逻辑下，总理就是 CEO， 内阁部长就是各大业务线的高管，法定机构和公务员就是执行力爆表的运营团队。而判断一项政策到底是好是坏，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长期的投资回报率。咱们就拿很多人经常吐槽的高薪养廉来说，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为了防止贪污腐败，但在政府眼里，这笔账算得非常现实。为了在人才市场上跟顶尖跨国企业抢夺最聪明的大脑，你必须给出匹配市场价值的薪水。如果给不出有竞争力的年薪，一流的人才就会流失到私企去赚大钱。你要知道，留下的庸才一旦制定出错误的政策，或者在国际谈判中吃亏，让整个国家付出的代价可比那几百万的工资高出成千上万倍。所以政府宁愿花大价钱雇佣精英，这也是保证政策连贯性和专业度的核心。这种极度务实的精英治国模式，使得政府在做决策时往往显得非常冷酷，甚至有点不近人情。比如说，这几年把消费税一路从 7% 上调到 9%， 全岛上下可以说是抱怨声一片，去超市买个日常用品都能感觉到肉疼。但政府看的是什么？他们看的是2030年新加坡人口老龄化即将带来的巨大医疗资金缺口。面对这种未来的危机，这台精密的国家机器没有情绪，它不会为了短期的民意讨好你而放弃收税，它只关心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能不能在未来20年继续保持绝对的健康。除了收税，政府搞钱的能力也是世界顶级的。通过淡马锡控股和 GIC 这2大主权财富基金，把国家的财政盈余拿到全球去投资，钱生钱，硬生生把一个缺乏资源的小岛国做成了全球资本最信任的避风港。这种治国如开公司的模式，确实保证了极高的下限，让新加坡在全球危机中总能稳如泰山。但也正因为这种企业化运作，整个社会高度追求 KPI， 容不得半点感性的拖泥带水。但是硬币总有另一面，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系统运转到极致高效的时候，作为这套系统里的每一个小齿轮，咱们普通人就必须承受极高的转速。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生活在一个全球第一的国家，却总是觉得疲惫不堪的根本原因。从你出生开始，你的人生轨迹几乎就被政府用逻辑安排得明明白白。咱们来盘点一下一个普通新加坡人的一生。从小学的分流考试开始，你就得拼命挤进好学校，因为教育分流直接决定了你未来的职场起点。
长大了谈恋爱准备结婚，你得提前好几年去网站上抽签 BTO， 还得祈祷运气足够好，否则只能去买昂贵的转售组屋。每个月辛辛苦苦赚来的工资还要被强制扣除投入 CPF 公积金。咱们客观地说， CPF 确实是个天才设计，它强制帮你存钱，保住了你未来的买房、医疗和养老底线，但也实打实地锁死了你年轻时宝贵的现金流，让你不敢轻易辞职去追梦。再看看出行，为了解决地少人多的交通拥堵，政府发明了 COE 拥车证制度。现在一张拥车证突破10万新币，还只能用10年，直接把拥有私家车变成了一种中产阶级的财富痛点。在这个高度配给制、资源被极度量化计算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遵循既定的社会时钟去生活。只要你不按常理出牌，你就会面临极高的财务惩罚和生活成本。所谓的新加坡怕输文化，根本不是咱们天生性格如此，而是这套不留死角的制度硬生生逼出来的生存本能。你不怕输行吗？一步跟不上，可能步步都得付出更多的真金白银。高效的隐形代价就是我们不得不用高度的自律和严密的规划去换取生活的安稳，从而不可避免地失去了那种随意生活、随时躺平的自由。说到底，新加坡政府连续4年拿下全球第一，从来都不是为了在国际上争个面子、拿个奖杯。对于我们这个连淡水都要靠进口、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脆弱小岛来说，极致的效率从来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地缘政治下唯一的生存法则。这套高效运转的系统给了我们走夜路不用害怕的安全感，给了我们稳定的汇率和强大的护照，但也要求我们交出极度自律和高压生活的代价。那么，作为生活在这个系统里，每天都在努力打拼的你，觉得这笔交易划算吗？政府的哪一项政策让你觉得最赞？又或者哪一项制度最让你头疼？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真实经历和吐槽。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解开了你心里的一些疑惑，请务必订阅我们狮城社区百事通，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的拆解了。祝大家在高效的新加坡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们下期见。